美国建立芯片四方联盟，韩国或遭受巨大打击。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肖运华，欢迎收看运华观点。美国要韩国加入芯片四方联盟，韩国为何犹豫？美国又为何要对其步步紧逼？今天我们来聊聊。早在今年3月份，美国就提出建立芯片四方联盟，其中包括美日韩和我国的台湾省。据悉，对入盟一事，日本和我国台湾省非常积极，现如今就只剩下韩国了。近期美方再次向韩国施压，告诉韩国8月底必须给出答案。对此，韩国犹豫了。韩国高层人士在20号表示，正在通过会议梳理韩国对加入芯片四方联盟的立场。那么大家一定会很好奇，一直十分亲美的韩国尹锡悦政府这次为什么犹豫了呢？一方面，韩国离不开中国市场。众所周知，中国是韩国最大的半导体出口市场。资料显示在去年韩国半导体的出口总量对中国的出口占比达到了60%之高。在韩企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半导体销售总额中，对华销售额所占的比重超过了30%。同时，他们还在中国运营着多家半导体芯片生产加工厂。所以加入芯片四方联盟就意味着和美国一起参与这场遏制中国的计划，这将可能导致韩国对中国的出口遭受巨大打击，对韩国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另一方面，韩国依赖美国的技术支持，美国掌握着大量的半导体原创技术，在美国的帮助下，韩国得以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失去了美国的技术帮助，韩国半导体制造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一边是拥有巨大市场的中国，一边是提供技术支撑的美国，对韩国来说处于两难的境地。说完韩国，我们再来说说美国。美国为什么要对韩国步步紧逼呢？说白了，美国就是害怕中国的技术发展会超越美国，所以呢，美国想方设法阻止中国发展。而对韩国逼得这么紧，也不过是美国完成芯片四方联盟建设中的其中的一环。那么美国在打击中国芯片上还做了哪些事呢？第一，建立印太经济框架。印太经济框架是拜登在今年5月份与日本东京启动成立的，其中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13个初始成员国。美国政府表示，他将给该区域的国家提供与中国不同的选择，并且其建设重点就是半导体技术的获取。美国这么做就是在战略空间上挤压中国半导体的产业。第二，发展中美贸易战。美国对中国加征商品关税就不说了，美国还严厉打击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先是制裁中国的华为、中兴等企业，对其实施半导体产品禁运，接着直接把5家中企拉入黑名单，阻断他们与美国的贸易往来。第三，提出芯片法案。美国在国内提出芯片法案，对在美国的半导体企业进行税收减免和资金补助，但如果这些企业在中国投资或建厂，将不能获得补贴资格。美国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将高新技术产业吸引到美国，从而与中国半导体进行抗衡。所以面对美国的打击，中国怎么做的呢？中国在短短的5个月内减少了283亿元的芯片进口量，并且大力加强国内芯片的研发，使用自身研制的芯片，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且中国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据统计显示，目前美国芯片业占市场份额约为12%，而中国已经赶到了10%左右。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利用芯片制裁掐中国的脖子，一定会继续做下去。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美国的这种行为呢？美国建立所谓芯片四方联盟，摆明了就是在逼迫韩国站队，要么加入美国，要么被美国制裁。韩国这还有选吗？美国向来横行霸道，借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鼓吹美国霸权政策，对待自己的亲密伙伴欧盟，美国不就是这么做的吗？在俄乌冲突中不断煽风点火，带动欧盟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最后导致欧盟遭受严重的能源危机，欧元汇率首次跌过美元。历史上一系列美国插手的事实说明，美国对西方国家的方式一直都是有福不一定同享，但是有难必须由你来当。对于这一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十分的清楚。当前面对美国的威胁，不得不提醒韩国政府，别忘了韩国前总统文在寅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韩国要学会对美国说不。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下次见。